退！神不营班，退后，退后！段青，怎么了，霍小姐？他的死法和我父亲极像。楚庄主，楚庄主，神捕营在此，望诸位配合。所有人在山庄中安歇，在案情查明之前，不得踏出山庄半步。风清主，你和童双赶紧带尸体去义庄验尸。师妹，我们3人在山庄里面搜，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把刀给我。去哪儿啊？我帮你去把风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怕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怕他，不怕就来这儿帮我。雕花的扁担中看不中用，你承不承认？承认。行，走吧。疯子，这事儿千万别告诉他们啊！验尸如何？疯子确实厉害，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。我在楚广厦胃里残留的丹药当中发现了大量的赤金，我怀疑那个所谓的仙丹就是毒的来源。但楚广厦中毒的情况和霍宗耀还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霍宗耀的赤金是被下在了他的养生茶里面，量小不易被发现。他服用了长达半年之久，才导致了慢性中毒。而楚广厦不同，他的髓海并没有像霍宗耀那般千疮百孔，而且他的眼、耳、鼻里面有大量的黑血，这也能证明他是短时间内服用了大量的赤金，最后髓海破裂而亡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有人想要他的命。没错，我们刚查到楚广厦，楚广厦便死了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可冯姨娘已经死了呀，那谁还能知道这赤金能够致幻杀人？谁还能有这样的毒药？那个跛脚郎中，还有霍代荣，霍小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就算他要下药，他应该要避着你们才对啊，为何要把我们引过去呢？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况且啊，你们还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啊，她会做这样的傻事吗？肯定不是霍小姐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16群侠命难逃。你好好想想吧你。无稽之谈。楚庄主与我青台山福缘极深，他所服用的每一颗仙丹，都是本仙师亲自所制。这半年来，每到15，本仙师都会让弟子把研制好的仙丹亲自送到楚庄主的手中，从没出过差错。你们说楚庄主他腹中的丹有毒，你们怀疑他的死与我青台山有关，可有证据啊？哼！仙师啊，我们并非是怀疑您，只是排疑，例行公事而已。您这剩余的仙丹还有没有啊？在下对仙丹也是略知一二。此仙丹，那是仙界的极品，绝不是这民间药铺中所见之物啊！而且此仙丹是本仙师牺牲阳寿，道行从仙界所求而来。所以，仙丹炼成之后，服用者必须在1天之内服下，否则功效全无。哪来的什么剩余的仙丹啊？那丹方呢？丹方有没有？丹方也可以。丹方啊，丹方乃是由历代的仙师一人保管，岂能让外人所试啊？哼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仙师，老仙师，我们只是在办案查案，这是神捕营的职责，还请您配合些。老仙师，
丹药可是从这儿出去的。如果您没办法证明楚庄主体内的毒跟您无关，那还请您跟我们回堂了。你们这是要抓我回去？好啊，本仙师就跟你们回一趟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神捕营是如何颠倒黑白、冤枉好人的。老仙师，你莫动气，我们并非是这个意思。您先坐。这楚广煞服下丹药，当场毙命。此事影响甚大，我想老仙师也不想外人以讹传讹，说楚庄主的死因跟青苔山的丹药有关吧？这位大人所说倒是有几分道理啊。不过这丹方我还是不能教育你们。老仙师，你钟捕快，老仙师。不过本仙师手中倒是有几颗废丹呢。废丹？是啊，各位有所不知啊，其实这炼丹的过程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帆风顺。倘若这火候、气候还有所配的材料的比例稍有不慎，便会影响丹药的最终成效。有些成色太差的仙丹变成了废丹。我们跟楚庄主的仙缘如此之深，怎么会把那些废丹交到他的手上呢？老仙师，我们其实只要看一下这丹药的成分，成色不重要。那麻烦老仙师。小九，无论大人问你任何问题，你都要如实回答，绝不能隐瞒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多谢老仙师。仙丹一直都是你在送，中间有没有别人经手过？没有没有，仙丹炼完之后，为了保住仙气，师傅会把它封到玉盒之中，再交到我手上，我再送到广厦山庄。送丹路上都是我一个人，绝对没有别人接触过丹药。那接丹之人是楚广厦本人呢，还是广厦山庄的其他人？当然是楚庄主本人。这仙丹不能沾染俗气，要是被俗人碰过，这仙丹就被污染了。所以一直是楚庄主本人亲自接丹。也就是说，接触过仙丹的只有老仙师、你和楚广厦。啊，不，霍小姐，我只是送丹，没有接触过丹药。九仙长也是修仙之人，送丹的时候，难道就不好奇这可以让人羽化登仙的仙丹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啊，不敢。仙丹炼完之后，师傅会亲自把它放到玉盒之中，直接用火泥封住，并且加盖私印。我若是中途打开，一定会被发现的。我就是再好奇，我也不敢做什么。路途辛苦，中间就没有什么停歇之地。送丹时间紧迫，一路岂敢停歇？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辛苦老仙师和九仙长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霍小姐，你们这是？自从安葬了我姨娘之后，我便把家中的下人都遣散了，家中的弟子也都去投效军营。我打算把这宅子变卖，和青音换一处小一点的院子安置。案件又有新进展了，我们来这儿正是为了此事。但说无妨。关于楚广厦的死，其实我们一直存在一个误区，认为丹药是在送丹途中被调包的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霍小姐就没有任何嫌疑了。但直到我在楚广厦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盒子，我才知道凶手真正的手法。这盒子有何问题？打开它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关上，再打开一次。这是机关盒。没错，
凶手只需要提前把毒药放在盒子里，送到青苔山。老仙师打开以后，以为是空的，便将丹药放入。但只要这个盒子一关上，机关会自动把上面那一层吸在底部。送到楚广厦呢，楚广厦就只能看到盒子里的毒药了。也就是说，丹药在出炉的时候就已经被换掉了。那赶紧去查查，这盒子是哪家做的呀？霍小姐，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还怀疑我？楚广厦死的那天，我可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霍小姐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青苔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也就是说，接触过仙丹的人只有老仙师、你和楚广厦。啊，不，霍小姐，我只是宋丹，没有接触过丹药。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向九仙长介绍过自己的姓名，但九仙长脱口而出霍小姐的称呼，说明青苔山的人早就认识你。于是我让童双去调查霍府那些被你遣散的家仆。霍府的人说，自冯姨娘生病以后，霍小姐每月15都会上青苔山给冯姨娘祈福，可有这事儿？若丹药真是在送丹途中被调包，霍小姐确实没有时机。可若霍小姐一早赶到青苔山，再赶回霍府，最后和我们一起去广厦山庄，快马加鞭，还是来得及的。我为何要杀楚广厦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或许和叶煞有关。萧北明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为了破案，居然将叶煞的罪名强加于我！多说无益，跟我回神不赢。你休想！恐怕由不得你。他居然会武功！她可不是你认识的丫鬟。青樱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事已至此，不要再反抗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你伪装得很好，但还是露了几处破绽。首先是冯姨娘，一个爱女如命的母亲，在临终前最不舍得、最想见的，应该是自己的女儿才对。可她仅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看向的却是你，还将女儿托付于你。娘，小姐，就拜托你了，少个霍小姐。是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不是简单的托付，而是在向你要一个保证。因为他女儿的命捏在你手里。又要哭？以前我就跟你说过，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你骗了我，骗了我娘，就为了杀我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当初你被人牙子贩卖，在青楼门口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是我救你出苦海。你虽是我的婢女，可我和我娘从未把你当作下人对待，我更是把你当亲姐妹一般。你怎么能？到底为什么？不是你救了我，是我让你救的，是我选中了你。你不要再跟我少废话！这个光坛是光他喝的，你赶紧给我进去！就是。
你和我一样，都是海牙孤儿。海牙是什么地方？宁泰36年，大齐曾派一支名叫参风甲的军队去海牙驻守。可没想到，参风甲一到海牙，竟对海牙的百姓挥起了屠刀。一夜之间，整个海牙都被鲜血染红。手无寸铁的海牙百姓，只能在参风甲的刀下。恶事就是参风甲做的，向先皇谏言屠城的人，就是3年前的那些高官。他们也死有余辜，不论什么原因，杀了人就要以命偿命，何况那是一座城。所以我只需要按照主上的计划，让他们偿命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主上，你说的是叶煞？当然。朱一铁说，叶煞很有可能在3年前风伯湖上就已经死了。你杀掉楚广煞还有霍宗耀的任务，是谁给你下的？主上怎么可能会死？我告诉你们，主上是神，是所有还活着的海牙人的信仰和光明。他永远都不会死，他会一直带着我们活下去，直到大齐付出应有的代价，直到为所有的海牙百姓报仇雪恨。